你知道印度男人的生活到底有多爽吗？你听说过牛水饮料吗？提到印度，你可能会想到脏乱差等等一些负面的标签。那么，真实的印度究竟是什么样的？它真的跟人们口中说的一样可怕吗？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每一处都有着无法想象的故事等待着被揭开。准备好了吗？快来跟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你可能从未听过的印度奇闻，它们比你想象的还要奇妙。这些连印度导游手册都不敢写的魔幻现实，今天将一次性大放送。第10个，厕所。厕所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在中国，几乎家家户户都配有干净卫生的厕所，人们早已习惯使用抽水马桶和卫生纸。然而，如果你置身于印度，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厕所在这里并不常见，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禁忌。在印度，厕所长期以来被视为不洁的象征。许多传统印度教徒认为，在家中建造厕所会带来厄运，甚至亵渎神灵。这种观念源于古老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人们更倾向于在户外如厕，认为这样更符合自然规律。因此，尽管印度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行清洁印度运动，鼓励家庭修建厕所，但许多民众仍然抵触这一改变。当然，并非所有地方都没有厕所。在印度的一些城镇，政府会建造公共厕所，但这些公厕往往设施简陋，维护不善。更令人意外的是，印度的公厕通常不会提供卫生纸，即便你去附近的小店购买，也未必能找到。这是因为在印度，卫生纸的销量极低，大多数小商铺不会储备这种商品。那么，印度人如何解决如厕后的清洁问题呢？答案就在厕所里的那个水桶。如果你仔细观察印度的厕所，会发现几乎每个隔间都会配备一个装满水的小桶或水瓢。印度人习惯在上完厕所后用水清洗，而非使用纸巾。这种清洁方式不仅环保，还能更彻底地保持个人卫生。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人在清洁时通常只用左手，而右手则专门用于进食。这一习俗源于印度教的洁净观念，认为左手负责处理不洁之事，而右手则用于神圣或干净的日常活动，如吃饭、握手等。因此，在印度文化中，用左手递物或触碰食物被视为不礼貌的行为。尽管印度的如厕习惯在外国人看来可能难以理解，但它深深植根于当地的文化和宗教传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交流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开始接受现代化的卫生设施，但传统观念的改变仍需时间。印度政府也在努力推动卫生改革，希望逐步改善公共卫生环境。印度的如厕文化展现了传统信仰与现代卫生观念之间的碰撞。虽然水桶清洁法和户外如厕的习惯在许多人看来颇为陌生，但它反映了印度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印度或许会在保留文化特色的同时，逐步接纳更符合现代卫生标准的如厕方式。第9个，印度神牛。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牛被视为普通的家畜，主要用于农耕、运输或提供肉奶制品。然而在印度，牛的地位截然不同，它们不仅是动物，更是神圣的象征，被印度教徒尊奉为神牛，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独特的信仰深深影响着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催生出许多令外人难以理解的习俗和产业。在印度教文化中，牛被认为是神灵的化身，尤其是白色的流牛，因其圣洁的外表而备受尊崇。走在印度街头，常常能看到牛群悠然自得地在马路上漫步，甚至躺在马路中央睡觉。这些牛不受任何约束，车辆和行人遇到它们时必须主动让路，否则会被视为不敬。在一些宗教节日里，印度人还会为牛戴上花环，涂抹朱砂，甚至跪拜祈福，祈求神牛的庇佑。印度人对牛的崇拜不仅限于精神层面，还延伸到了牛的身体产物，尤其是牛尿。在印度教传统中，牛尿被认为具有强大的净化能力，可以洗涤污秽、驱邪避灾。更有甚者，许多人相信
牛尿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从感冒到癌症都被传得神乎其神。因此，牛尿在印度成为一种抢手的神药，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专门的牛尿收集和销售产业。一些商人还看准商机，将牛尿加工成牛水饮料，宣称其具有排毒养颜、增强免疫力的功效，并希望有朝一日能超越可乐，成为全球畅销饮品。尽管这种饮料的味道让外国人难以接受，但在印度本土，它却拥有不少忠实消费者。除了牛尿，牛粪在印度文化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印度人认为牛粪具有杀菌、净化的作用，因此常被用来制作牙膏、肥皂、护肤品，甚至建筑材料。在印度农村，牛粪还被用作天然燃料，燃烧后的灰烬则被撒在农田里充当肥料。更令人惊讶的是，印度人还为牛粪设立了一个独特的节日——牛粪大战。每年印度春节排灯节后的第2天，成千上万的印度人会分成2队，互相投掷牛粪。他们认为被牛粪砸中的人可以驱除厄运，新的一年将健康平安。这场战斗场面激烈，参与者往往浑身沾满牛粪，却乐此不疲。印度对牛的崇拜虽然根植于宗教传统，但也引发了诸多现实问题，例如大量流浪牛在城市中游荡，不仅影响交通，还可能传播疾病。印度的神牛文化或许让外界感到不可思议，但它却是印度社会千百年来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的缩影。无论是牛尿饮料、牛粪牙膏，还是街头漫步的神牛，都体现了印度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传统的坚守。第8个，婚礼。在探讨印度婚礼的独特现象时，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必须首先被提及。截至2024年，印度男性比女性整整多出4500万，性别比达到每100名女性对应106名男性。这种严重的性别失衡本该让印度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占据优势，但现实却呈现出一幅完全相反的荒诞图景。印度婚礼的财务负担主要落在女方家庭肩上，这一传统习俗已经演变成一场经济噩梦。一个普通印度家庭往往需要为女儿的婚礼花费数年甚至10年的积蓄，这笔开支通常包括豪华的婚礼仪式费用、场地、餐饮、装饰等，昂贵的珠宝和金饰、现金嫁妆、新郎及其家庭的礼物。这种支出规模经常导致中下层家庭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许多父母从女儿出生就开始储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讽刺的是，在这个男多女少的社会里，本该稀缺的女性却要支付高昂的入场费才能获得婚姻机会。嫁妆的数额直接决定了新娘在夫家的地位，不足的嫁妆可能导致婚后立即遭受冷落和歧视，持续的心理虐待和言语侮辱，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出现嫁妆死亡，新娘被夫家杀害以获得再婚机会。更荒诞的是，随着印度经济发展，嫁妆的期望值不降反升。现在，汽车、房产、海外工作机会都成为了热门嫁妆项目，进一步加重了女方负担。尽管存在这些压迫，印度的离婚率却长期维持在极低水平，这背后是多重因素形成的恶性循环。文化污名方面，离婚女性被贴上不洁、失败者的标签，娘家社会地位会受到影响，再婚机会极其渺茫。经济现实方面，家庭无力承担第2次嫁妆，离婚女性就业困难，法律执行效率低下，赡养费难以保障。这种结构性压迫使得许多印度女性即使遭受虐待也不敢离婚，形成了婚姻囚笼现象。政府虽然早在1961年就颁布了反嫁妆法，但实际执行效果甚微，传统习俗仍然根深蒂固。这种畸形的婚姻经济学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印度，性别失衡并没有转化为女性议价能力的提升，反而通过传统文化习俗的扭曲，使女性陷入了更深的结构性压迫之中。要打破这个循环，不仅需要法律改革，更需要深层次的社会观念革命。第7个，饮食。在印度这个神奇的国度，饮食选择远不只是个人口味问题，而是一套复杂的社会密码系统漫步在德里街头。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装修考究的素食餐厅里坐满了衣着光鲜的上流人士，而街边冒着油烟的小摊前则挤满了狼吞虎咽吃着鸡肉卷的劳工。这种鲜明的对比背后，隐藏着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和宗教观念。据统计，印度约有5亿严格的终身素食者，这个数字令人啧舌，相当于把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人口加在一起还要多。他们不吃肉的原因绝非简单的健康考量。在印度教文化中，牛被奉为圣物，大街上的神牛可以大摇大摆地阻塞交通，却无人敢驱赶。宰牛在某些邦甚至会引发暴力冲突。至于猪肉，虽然不像伊斯兰教那样被明确禁止，但也被视为不洁之物，在高种姓人群中几乎绝迹。这种饮食禁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社会分层，越是高种姓的印度人越倾向于严格的素食主义，他们追求食物的纯净，连洋葱大蒜都被视为惰性食物而排斥。而低种姓的达利特人由于需要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往往选择吃肉补充能量，久而久之，吃肉在印度社会竟然成了低贱的标志。这种饮食与阶层的绑定如此紧密，以至于新兴的印度富豪们会像炫耀豪车一样炫耀自己的素食习惯。但时代正在悄然改变，随着健身房文化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印度人开始为了增肌而吃肉。海外留学的印度学生也在经历着吃肉还是吃素的身份焦虑。在孟买的5星级酒店里，你既能看到坚持传统素食的老派富豪，也能见到大块朵颐牛排的新贵。这种矛盾恰恰折射出当代印度社会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更有趣的是，连跨国企业也不得不向印度的饮食文化低头。印度麦当劳不仅不卖牛肉汉堡，还发明了专门的纯素汉堡，连制作过程都要严格分区，生怕触犯某些顾客的宗教禁忌。这一切都说明，在印度，吃什么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填饱肚子问题，而是关乎信仰、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复杂命题。每一口食物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这个古老文明1000年来的社会密码。第6个发明。说起印度发明，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开挂的杂技火车，或是街头干净又卫生的黑暗料理。但别笑，当你掏出手机扫码付款时，当你周末约朋友杀一盘国际象棋时，甚至当你洗完头对着镜子臭美时，这些场景背后都站着一位隐形的印度发明家。阿拉伯数字这个全球通用的数学语言，堪称印度送给世界的最强文化输出。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印度人发明的这套数字系统，我们现在可能还在用罗马数字算账。更讽刺的是，这套数字被阿拉伯商人带到欧洲后，欧洲人不仅把它现代化，还给它起了个阿拉伯数字的错名，搞得真正的发明者印度人只能默默在历史课本里写更正声明。而当你被国际象棋虐得怀疑人生时，要知道这游戏最早叫恰图兰卡，是印度教僧人用来模拟战争的智力游戏。古印度军事学院的教授们要是知道他们的教学工具如今成了地铁口大爷们的消遣，不知作何感想。至于洗发水，这个让全世界秃头人士又爱又恨的东西，最早是印度人用草药熬制的头皮 SPA， 比西方人用肥皂洗头文明了好几百年。最让人意外的是 USB 接口这个现代生活必需品，它的设计者阿杰伊·巴特是个如假包换的印度工程师。现在知道为什么 USB 总要是3次才能插对了吧？这绝对是印度式智慧的恶作剧。就连你练瑜伽时那个怎么也做不来的高难度动作，可能正是某个印度苦行僧在喜马拉雅山洞里发明的反人类体式。所以下次看到印度火车开挂时，别急着嘲笑，要知道这些挂在车厢外的人可能正用印度发明的数字计算车速，用印度发明的象棋打发时间，脑袋上还抹着印度发明的洗发水。这个国家用实力证明，他们不仅能发明让你头疼的数学题，还能发明让你头秃的洗发水，最后再用瑜伽帮您缓解压力，服务相当周到。第5个，医药。你可能很难相信，印度这个在很多人眼中充满脏乱差的国家，其实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药房。它不仅是全球最大的仿制药生产国，
也是全球最大的疫苗供应国，全球约60%的疫苗都来自印度。每年美国进口的药物中，近一半来自印度。印度制药业的强大离不开它对仿制药的生产支持。印度生产的仿制药种类超过6万种，这些药物的药效与原版药物完全相同，但价格却是正品的不到1/10。即便如此，仿制药在许多国家都是违法的，因为它侵犯了原药的专利。然而在印度，仿制药不仅合法，反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对印度这一做法表示默许。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WHO认为，对于人口众多且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因为药品价格高昂，导致患者无法获得治疗，这是不道德的。印度正好符合这2个条件：庞大的人口和相对落后的经济。印度拥有超过近14亿人口，其中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高昂的药品价格让许多人望药兴叹。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得到治疗，印度政府鼓励并支持仿制药的生产，既解决了国内的药品需求，也为全球提供了更廉价的药物。印度的仿制药产业帮助了全球数百万贫困地区的患者，尤其是在艾滋病、结核病、疟疾等传染病盛行的国家，印度药物的价格远低于原版药品。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体系依赖于印度的廉价药物，才能为更多患者提供治疗。这使得印度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重要地位，也成为全球公共健康的一支强大力量。然而，印度的仿制药产业也并非没有争议。许多西方制药公司认为，印度的仿制药侵犯了他们的专利权，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这些公司通常认为，仿制药的生产会削弱药品研发的动力，因为研发新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通过仿制药的方式，印度几乎没有进行研发，直接复制现有药物，这被认为是对创新的挑战。但从公共健康角度来看，印度的仿制药生产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印度的制药企业通过生产廉价药品，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还为全球贫困国家提供了药物保障。在一些国家，如果没有印度的药物，许多患者将因为买不起药而无法接受治疗。总的来说，印度的制药产业不仅为全球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如何通过发挥自身优势，改善全球的医疗可及性。虽然存在一些法律和道德的争议，但从整体上看，印度的仿制药产业为全球公共卫生带来了巨大的益处，尤其是在解决全球疾病防治问题上，印度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第4个，语言。印度的语言环境真的是一言难尽，被誉为世界上语言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印度的语言种类堪称多样，数量甚至上千种，仅仅是官方语言就有22种之多。而这些官方语言并非方言，而是有着截然不同的读写方式，不同地区的语言差异巨大，甚至让同一个国家的居民难以沟通。比如，南方的印度人可能完全听不懂北方人在说什么，甚至用书写的方式表达出来，彼此也可能无法理解。这种复杂的语言环境，或许也是印度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如果你计划去印度投资或扩展业务，首先必须理解当地的语言局势，毕竟印度的这种语言多样性可能成为你开展业务的最大障碍。在其他国家，只需要将产品包装和广告翻译成当地的官方语言就能顺利推广，但在印度，可能需要为每个地区标注几十甚至上百种语言才能被广泛接受。这种语言的多样性意味着跨地区的商业沟通和市场推广需要更多的时间、成本和资源。与印度的语言困境相比，我们的千古一帝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就显得尤为伟大。早在2000多年前，秦始皇就通过统一文字、车轨等措施，将整个中华大地的文化联系了起来。这一措施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举措，我们可能像印度一样，各省使用各自的语言和文字，沟通和交流都会受到极大限制。在印度，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民族和文化的象征。每一种语言背后都代表着一个独特的历史和传统，
反映出印度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这种语言上的多样性虽然为印度的文化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但在实际运作中也对国家的统一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总的来说，印度的语言环境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它独特文化的体现。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语言的多样性使得印度的市场充满了复杂性，任何想要进入这个市场的公司都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克服这道语言的壁垒。而我们中华文化的统一性，无疑让中国在沟通和发展上拥有了更强的内在凝聚力和竞争力。第三个，老虎。在这个神奇的国度里，上演着一场自然界最不可思议的双王记。印度这个南亚次大陆上的文明古国，不仅以咖喱和宝莱坞闻名于世，更因其独特的生态系统而成为全球唯一同时拥有野生狮子和老虎的国家。漫步在印度的丛林中，你可能会与优雅而危险的孟加拉虎不期而遇。作为印度的国兽，这种体型仅次于东北虎的大型猫科动物，以其标志性的橙黑条纹和惊人的游泳能力著称。据统计，印度拥有全球70%以上的野生老虎种群，约3000多只孟加拉虎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徜徉。而在古吉拉特邦西南部的吉尔森林保护区，则生活着另一个传奇——亚洲狮。这些体型比非洲狮小约20%的迷你版狮子，曾经广布于中东至印度次大陆，如今却只在这片仅1412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苟延残喘。有趣的是，尽管同处一国，这两种顶级掠食者却像刻意避开彼此的社交达人。亚洲狮固守着自己的领地，而孟加拉虎则在其他50多个保护区里称王称霸。这种王不见王的奇妙现象背后，是印度精心的保护策略。吉尔森林就像是为亚洲狮量身定制的单身公寓，而老虎们则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集体宿舍里。这种地理隔离不仅避免了领地争夺，更造就了印度独特的生态奇观。然而，与这些大型猫科动物共处并非总是浪漫。在印度某些地区，人虎冲突已成为严峻的生态问题。据统计，每年约有40-50人丧生虎口，尤其是在西孟加拉邦等老虎栖息地与人类居住区重叠的地带。这些悲剧提醒我们，在这个人口密度世界第2的国家，如何平衡人类发展与野生动物保护，依然是个未解的难题。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印度这种同时容纳2种顶级掠食者的能力令人惊叹。就像这个国家能够包容无数宗教、语言和文化一样，它的生态系统也展现出惊人的包容性。下次当你品尝印度奶茶时，不妨想象一下，在同一片国土上，孟加拉虎正在河边饮水，而亚洲狮则在远处的草原上巡视。这是自然界赐予印度最独特的双王观。第2个，岛国。你知道吗？大约在1亿多年前，也就是恐龙还在地球上自由驰骋的时候，印度其实是一个孤悬于海洋的岛屿。那个时候，地球的陆地并不像今天这样分布，全球的大陆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超级大陆，叫做冈瓦纳。印度就是从这个超级大陆中慢慢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岛屿。接下来的几千万年里，印度岛屿并没有安稳地待在原地，而是开始了一场长达数千万年的旅行。它以每年几厘米的速度穿越了大约9000多公里的海洋，最终与亚洲板块发生了剧烈的碰撞。这次撞击成为了今天印度板块和亚洲板块合二为一的历史见证，也是喜马拉雅山脉诞生的根本原因。当印度板块撞向亚洲板块时，强烈的碰撞不仅造成了剧烈的地壳运动，也促使了喜马拉雅山脉的崛起。2块巨大的陆地板块在长期的挤压和碰撞中，逐渐把地下的岩石推升到地面，形成了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山脉。而这个过程远远没有结束。事实上，喜马拉雅山脉还在不断生长，每年珠穆朗玛峰的高度都在增加，大约以每年1厘米的速度在向上攀升。尽管这个速度看起来微不足道，但你可以想象，如果这个过程持续几百万年甚至更久，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将会变得难以想象。或许在未来的几千万年里，珠穆朗玛峰将变得更加高耸入云。
成为更加巍峨壮丽的存在。这样的地质演变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力量，它不仅塑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脉和大陆，也为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创造了条件。无论是印度的土地，还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巍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无数年岁月的积淀和地球板块运动的见证。第一个，种姓。在恒河之畔，有一个延续了3500年的社会魔咒——种姓制度。这个由青铜时代征服者编织的等级牢笼，至今仍在印度社会的血脉中流淌。公元前1500年左右，骑着战马、手持青铜武器的雅利安人如风暴般席卷印度河流域。他们不仅带来了梵语和吠陀经，更带来了改变次大陆命运的社会基因密码。雅利安征服者精心设计的这套人类分级系统，堪称古代世界最严密的社会隔离制度。婆罗门、祭司阶层，这些皮肤白皙、鼻梁高挺的神明代言人，占据着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垄断着与神灵对话的特权，其血统纯度堪比实验室里的蒸馏水。沙地利、武士阶层，手持利剑的统治精英，他们的职责就像人体内的白血球，既要对外征战，又要对内镇压，但永远被婆罗门的精神权杖所制约。吠舍、商人阶层，经济血管中的红细胞，却永远被排除在真正的权力血液之外。首陀罗、服务阶层，社会的末梢神经，承担着所有基础劳作，却得不到任何营养反馈。而在这套精密的社会齿轮之下，还碾压着真正的人间幽灵达利特，不可接触者。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种姓制度最荒诞的证明。在泰米尔纳德邦，达利特必须保持15米的影子距离；在拉贾斯坦邦农村，达利特妇女要头顶陶罐收集高种姓的唾液；在马哈拉施特拉邦，达利特理发师只能为同种姓服务，且工具必须埋入地下。1947年印度独立时，宪法第17条以墨水宣判了种姓制度的死刑，但现实却上演着更复杂的剧本。新德里政治精英中，婆罗门占比超过67%，印度500强企业高管中，高种姓比例达93%。每年仍有上千起种姓暴力事件被记录。跨种姓婚姻在乡村地区仍可能引发荣誉处决。在班加罗尔的科技园区里，程序员们用代码改变世界；而在比哈尔邦的村庄中，达利特仍在用手清理旱厕。这种时空错位的魔幻现实，正是印度文明最深的悖论。当 ISRO 的火箭载着卫星升空时，某些火箭发射场的围墙外，可能正有不可接触者在用手搬运粪便。种姓制度就像恒河里的泥沙，看似被现代浪潮冲刷，却始终沉淀在印度社会的河床上。无论如何，种姓制度虽然在法律上已被废除，但它留下的社会裂痕仍需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去愈合。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记得帮院长点个赞，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